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那夏天到了，温度也越来越高，相信很多人家中已经开始吹冷气了吧？我相信有些朋友家里的冷气已经开始有一些年事已高或者是电费惊人的问题。虽然一般我们都建议大家勤俭持家，东西没坏的话，也不一定要换新的。不过这一点并不适用在冷气这个物件上。因为冷气它是一个生命周期非常非常长的一个家电，它的寿命可能比电视机都还要长寿。很多人家中的冷气可能都用了10几年以上，都还头好壮壮。不过呢，随着科技进步跟环保法规的一些规定现在的新冷气几乎都是变频，而且还是一级能效，又加上环保冷媒。而旧冷气就算没坏，至少很多都是定频冷气，而且也不是环保冷媒。还有一点，冷气用久，内部可能会累积脏污、发霉，所以它除了耗电以外，可能还会造成使用者呼吸道的一个问题。最近弄了一个新的摄影棚空间，整体面积大概12坪左右。由于这个新摄影棚的空间有点大，所以在冷气的选择上，老实讲我也伤了一点脑筋所以在做了一些功课之后如果要一次满足大坪数、变频省电，价格还不要太离谱的话，选择性其实老实讲没有想象中的多。刚好有厂商在询问冷气推荐的合作，可以用甜价来购入，那就是冷气之父美国开利冷气。说到开利冷气，可能在台湾知道的人不多，但老实讲开利是真正的冷气祖师爷，而且也是全球暖通空调的专业领导品牌。开利冷气也是许多指标性大楼的一个指定空调品牌，譬如说像台北101像半导体龙头的南科厂桃园机场台大医院知名酒店东方文华 W Hotel 都是开利的客户。连最近美国 COVID-19 疫苗所需的一个冷链，都是使用开利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你就知道开利有多厉害了。另外跟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冷气最早发明的时候，其实不是给人吹的。在100多年前印刷厂由于天气闷热潮湿，经常造成印刷品品质不良的一个状况。业者在当时苦无对策的情况下就找上当时对暖气解决方案相当知名的开利冷气创办人开利博士。在他研究过后终于想出了现代冷气的一个雏形，也终于让冷气开始走入一般人的世界。如果没有开利冷气的话，全世界到现在都不一定有冷气可以吹哦。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 Cheap 大大的一个影片介绍，相当的清楚。台湾开利在台湾已经有超过36年以上的历史，全台皆有分公司与服务中心，所以保固没有问题。那接下来讲回我这次安装的开利冷气，因为我这边的空间非常非常大。我这是选择8.5 kW 等级的一个冷气，大概可以吹12到15坪以上的空间。冷气你在买的时候吨数可以买大，你不可以买小，不然你会非常非常耗电。那另外最好你再加上一些阻隔日晒的设备，还有一些避免冷气外流的一个设施，譬如说像窗帘，互相搭配起来会让冷房效果更加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讲到安装的部分由于疫情的关系，现在开利冷气的要求，安装的师傅在施工之前要先测量体温。那当天来量的那个师傅还跟我说，他刚做完快筛，公司都有在管控。那在安装的时候他们全程都有佩戴口罩，让消费者更加的安心。而且在施工过程中，我觉得他们相当用心。最近天气虽然经常下雨，但是老实讲，在室内还是非常的闷热潮湿如果想装冷气的话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只要保持好社交距离，然后不要太多的同时聚集在一个空间的话，我是觉得装冷气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另外开利冷气的安装人员在安装完毕之后也会帮你进行测试检查，也会帮忙回收旧冷气。这部分我是觉得相当的不错。好，我们现在冷气已经装好了那开利冷气的外形设计相当的简洁，在它的正面有一个开利的 logo。那开启电源之后在右侧那边会有温度跟功能的显示。那开利冷气除了冷得快，还有一级能效以外更是有3大独家的功能。第一个就是自清洗。大家也知道说，你冷气吹久了之后都会有一个臭味。那一般来讲，就是可能1-2年你就要找一个师傅来帮你洗冷气。那现在开利冷气不用，你只要透过遥控器就能做到一个清洗的功能。那第二个就是 Turbo 净冷模式，因为它搭载了一个大直径的风扇，而且还有一个优化的风机系统，所以它在净冷模式下可以瞬间将电流频率拉高到10%最高等级。同时在启动室内的一个风扇涡轮转速，让温度快速降温。为了节能考量，还兼顾了风扇本身的一个重量设计，以升级风扇动力，还有提升送风距离与效率。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也优化了风机系统，结合它一个大直径的动力风扇，
搭配风机系统，空间同时增加34%，以减少不必要的风量消耗，确保稳定的空气流量，达到短时间之内可以急速冷房的一个效果。第三个呢，就是省电，它当然是通过 CSPF 的一级能效，而且还搭载了一个3D 全直流变频马达，确保省电机制。那比传统的电瓶马达呢，省电了32%。另外，它的冷媒更是采用最先进的环保 R32冷媒，除了节能以外，也为环保尽一份心力。除了以上我们讲的这些特点以外呢，它还搭载了 PM2.5 的高效阻绝滤网，室外机呢采用工业级的黄金鳍片。另外，它的室外机呢由-15度到46度这么严苛的条件都可以正常运行，具备防火防爆的一个功能。接下来呢，阿达就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开冷气这个遥控器有哪些好用的功能。好，首先最基本就是中间这里按下去，就是开启电源。在上面面板它也会显示目前的一个环境的温度。那在上下这边呢，我们就可以调整想要达到的一个温度，比如说24度、23度。那另外呢，左边这边我也可以去切换模式，冷气啊、除湿啊、暖气啊，等等。如果你觉得风速不够大，也可以按风速进行风速的一个调整。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几个我个人觉得相当重要的功能，像这个基本的自动百叶啊、固定百叶啊，这个都是基本款，我们就不讲了。像这个有个 LED， 我们如果按下去，它会让上面的一个面板数字消失。如果你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怕光亮的人的话，这很方便。而且你长按2秒。它还可以去做一个过滤空气的开关，相当的方便。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叫随身感的功能。如果你开启随身感的话，它就会侦测你遥控器的位置，会依照你遥控器的位置当时的温度及位置去调整它的风量以及风速。另外呢，如果你刚刚要开冷气，觉得房间非常热，想要快速的一个冷却的话，那你只要打开速冷，它就会启动电机，迅速的降温。你如果按住 Turbo 2秒呢？它就会开启一个自动清洁的功能。如果你的冷气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有怪味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功能。好，有些朋友可能会想问阿达说，那这台开冷气它可不可以用 APP 控制？很不幸的它现在还没有 APP 控制的一个功能。但是呢，阿达教大家一个小撇步，你可以去买之前我开箱过的 Switchboard， 它就有一个中控的单元。那你配对完之后，我就可以再加远端这样子，在外面直接控制。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是没有连 WiFi 的。一样可以远端来开启冷气或关闭冷气，这也是一个小技巧，推荐给大家。看完刚刚阿达的介绍之后，相信大家对开利这台冷气已经有一定的了解。那我个人是觉得这台冷气它的吨数相当够，像我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吹起来凉得很快，我非常的满意。现在如果你到 Momo 去购买开利冷气呢，除了加码赠送 Mobi 以外，再独家赠送美国人气 No.1 的 Monado 漩涡循环扇，填写回函再送你一个 PM2.5 高效阻绝滤网2片，价值1200。如果你买了这台冷气满额超过88888话，再送你到 W Hotel 去住一晚，尽情吹开冷气。总之开冷气我个人是觉得相当的满意，也推荐给大家。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段开箱的介报，按赞、订阅与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